多部古装剧预热长相思换滤镜，杨紫、赵丽颖被指状态差。这一段时间，很多热门的古装剧都已经开始预热了，而且很多都是在开始拍摄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热度的。关于这些作品的讨论度也都非常高。接下来的暑期档大概率又会迎来神仙打架。此前肖战和任敏的《玉骨遥》也可能会在暑期排播。近日宣发比较频繁的作品包括赵丽颖和林更新与凤航、杨紫的《长相思》、杨颖的《相思令》以及宋祖儿的《折腰》。这些作品中的主演都是有一定流量的，从他们过去的作品播出的情况也能够看出，演员们都具有一定的扛剧能力。从作品预告的热度也能够看出，赵丽颖和杨颖两位85花的作品热度都非常高，杨紫作为90花中的佼佼者，也没有被落下。杨紫主演的《长相思》中有3位男演员被大列为世代爆男艺人，最新的预告片中几位演员的表现力也都非常强。此前有很多网友讨论过，是不是拍摄古装剧不需要演技，但这一次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古装剧中飙演技真的很过瘾。除了几位主演的表现力，还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之前《长相思》在预热的时候，大家都吐槽这部剧的滤镜有问题，很多观众都不太看好，还提出了很多建议。最新的预告片中，片方调整了滤镜，和之前对比的很明显，应该是看到了观众的反馈，这也让大家很欣慰，有被尊重的感觉。目前被热议的几部古装剧，原著的热度都非常高，如果真的排到同期播出，估计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话题。在这几部作品宣传的过程中，关于演员们的状态也有很多讨论。有网友认为杨紫的状态没有之前好，尤其是对比香蜜沉沉烬如霜时期。这已经是5年前的一部剧了，在这期间，杨紫也给大家呈现了很多其他作品，但她的状态一直都是争议的重点。这一次同时发布了多部作品的预告片，其中杨颖和赵丽颖是同期的女演员。杨紫虽然比她们小一些，但她是童星出道，同年就开始拍戏了。不过这几年娱乐圈中的大环境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想要立足还是需要作品和实力的。这一次有网友对比了宋祖儿和另外几位女艺人的状态。宋祖儿是科班出身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位95后女演员，作为童星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这几年宋祖儿一直没有太经典的代表作，也被很多网友质疑她在吃老本。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年轻演员，宋祖儿的颜值状态是非常在线的，尤其是当预告片发出的时候，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他几位女艺人状态大不如前。但宋祖儿的颜值本身就很高，而且她也很适合古装剧。从状态上来看，宋祖儿确实更好一些，但相比较表现力，其他的女演员还是更好的。所以很多网友也都开始讨论到了一定年纪的女演员是不是就不能出演古装剧了。当然，一切还要看接下来正片发布的时候实际的状态。02，腾讯视频4部大剧蓄势待发，暮色新约、玉骨遥在列，它更加厉害。腾讯视频有4部大剧蓄势待发，每一部阵容都非常强大，而且大家都是流量派，肯定会吸引不少的粉丝。暮色新约、玉骨遥这2部电视剧本身就是非常受关注的，因为参演的演员基本上都是顶流。据了解，任嘉伦和杨颖共同主演的《暮色》即将会在6月底上线，而7月份上线就是肖战任敏的《玉骨遥》了。玉骨遥也赚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在传播出，现在终于等到了，粉丝们狂欢不已，希望这一次不再是狼来了。玉骨遥讲述的是师徒之恋，虽然之前已经有花千骨珠玉在前了，但是我还是非常相信肖战的演技。肖战演技真的很棒，而且穿上白衣出场的时候飘飘欲仙。任敏在这部剧中的装扮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但依然可以相信她的演技。这2个人在一起合作，肯定能够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暮色新约是一部现代剧，任嘉伦一人挑战4个角色，一人千面。杨颖演的是一个女心理师。虽然说他们2个人的流量也都很不错，但是这种类型的题材不容易出彩，相对比古装和现代小甜剧带一点都市类型的，可能就不太容易爆火了。但还是非常期待任嘉伦精彩的演绎。
其实除了上面谈到的2部电视剧之外，还有2部电视剧也在排播的范围。第一部是白宇妮妮合作的《西出玉门》，这部电视剧跟其他的类型都不太一样，是一部偏玄幻类的言情小说，也可以说城市灵异类型的。这部剧的海报非常有质感，有种沙漠荒原的感觉。讲述的是在无人区罗布泊隐藏着一个汉武帝时代的大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就交给我们的男女主角去探索。其实相比之前提到的那些电视剧，最后说到的一部剧更加厉害。这部剧就是杨紫带来的《长相思》。《长相思》最新发出的海报堪称是所有的电视剧里面最好的一版海报，一女4男全部都穿上了红色的婚服，看起来够爽、够复杂、够刺激。这个女子跟4个男子之间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有青梅竹马，也有知心朋友，所有的人都甘愿为她付出，但也有人无奈背弃盟约。看来腾讯要放大招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也会热闹了。暮色新约、长相思、玉骨遥、西出玉门，题材不一样，各自都有自己的潜力。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03，肖战庆余年被指文化程度低，导演话中有话引猜测。近日，庆余年第2部开拍消息引起热议。然而，肖战原本预定的角色却被新人替代了。这一消息让网友们纷纷猜测，导演言下之意是否在暗指肖战文化程度不高。此前，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使用文盲型演员，进一步加深了网友们的联想。很多人认为肖战一直是剧组制造话题的对象，将他当作免费的流量包。导演先是官宣演员阵容，让肖战登上热搜，然后再大谈演员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不无讽刺地暗示被淘汰的演员都是文化程度不达标的。然而，肖战虽然不是演戏科班出身，但他已经拥有正儿八经的本科学历，在如今这个内娱教育浸润的圈子中，他的文化水平已经足够。反观庆余年男主张若昀，他只是毕业于高职，这似乎与导演所说的不用文盲的言论相矛盾。实际上，演员的文化程度固然重要，但观察力和对生活的体验同样重要。像王宝强这样的草根演员之所以能获得演技大奖，绝非仅仅因为看了教科书，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善于揣摩角色，深刻理解人物。庆余年剧组不是第一次用肖战制造话题，把他当作免费的流量包。导演前脚官宣演员阵容让肖战上了热搜，后脚又大谈演员要有文化。换句话来说，不就是被他淘汰的演员都是文化程度没达标的演员呗？肖战虽然不是演戏科班出身，但也获得了正儿八经的本科学历，在处处都是酒漏鱼的内娱，以他的文化水平已经够用了。反观庆余年的男主张若昀，他才毕业于高职，这不狠打脸了导演所谓的不用文盲的言论。其实圈说句公道话，演员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善于观察、体验生活也很重要。像王宝强这类草根演员，人家能获得演技大奖的认可，肯定不是光看教科书就能做到的，更多在于人家会揣摩角色。总而言之，肖战这次因为庆余年导演被炒酒漏鱼挺无辜的。他虽然不是学霸，但也绝对算不上是绝望的文盲。综上所述，肖战在庆余年导演的嘲讽中似乎有些无辜。他虽然不是学霸，但绝对无法被定义为绝望的文盲。在评判一个演员时，我们应该将文化水平放在适当的位置，同时注重其对角色的理解和塑造能力。你认为演员的文化程度对于其演技的贡献有多大？观察力和生活体验是否比纯粹的学历更为重要？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